嗨，不知道现在成功没成功啊？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传出去了没有？不知道，好像是传出去了吧？但是我看不到大家伙儿的留言，我看一眼。哎，哎，好像有了。看不到大家伙儿的留言。哎，有了，有了，有了。我看一眼。有了，嗨，好久没有直播了啊。然后今天嘛，也是用的这个一个笔记本电脑，对，它这个电脑上带的这个摄像头，也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啊。然后反正大概其就这么着吧，因为我觉得看清楚我不重要啊，因为我看那个最近我不是每天做完交易之后溜达。溜达的话呢，边走边聊。昨晚没溜达，因为有个朋友过来了啊，朋友过来了，然后他也是转了一圈去那个前段时间去带着老婆孩子去欧盟里面转了一圈回来，然后我们哥俩聊了聊。对，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咱中国人在一起嘛。哎，谁呀？山晒，哎，你好，我眼有点花啊。就是其实咱中国人嘛，中国人，怎么讲呢？我觉得就聊天嘛，就海外的中国人聊天嘛，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很少有坐在一起吹牛逼的，也不像在国内喝酒吹牛逼。哎，其实，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吧，咱们聚在一起，反正我的这些小的朋友圈是这样子的，就是10分钟以内啊，大家拐，肯定会拐到一个叫做怎么样赚钱，哎，怎么样去高效率的赚钱的这个话题上去。所以说，我觉得也挺好的吧，因为这个话题的话呢，也是怎么讲呢？我们在海外，海外华人生存的这个叫做特别的这种叫做要素吧。如果我们没有在海外的这种持续来源的话，经济上的持续来源的话，其实我们会活得特别的不自在，对吧？因为每个人出来嘛，大家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你出来之后，离开那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熟悉的环境之后，你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吧？所以说这些都是问题。哎，稍等，我看一下啊。山晒说根源哥很喜欢你的频道，很真实的人。嗨，谢谢。因为人生嘛，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叫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啊，从佛家的观点上来讲，其实人生嘛，你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是吧？那我们就好好去体验就好了，不要太挂碍，是吧？但是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在人世间嘛，有些事情吧，那是人性。对，就像我女儿，到我这里来住了两个月，我做了两个月的保姆。对，孩子怎么讲呢？一来又过上了这个叫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嘴的日子。但是就是这种日子，我每天忙的也是脚打后脑勺，但是我也愿意。但这就是挂碍，就包括他昨天飞法国，是吧？昨天飞法国，我也是一直在等他的消息。哎，到了巴黎，他要倒那个法国的高铁。孩子嘛，他自己在法国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所以说他也是在找最便宜的火车。是，然后因为咱也不懂，我在法国还真没坐过火车，对，就是开车去。然后他找便宜的火车，他不能直达的，他要中间倒一段歇一歇，然后他觉得时间不够，
他又改签了一期，然后利用这个1个多小时的空档，他在那个城市又吃了顿饭，所以说小孩子咋讲呢？我感觉啊，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话呢，他的这种应变能力，他对当地的这种适应能力要强得多。稍等啊，我看一眼，我孩子不到1岁，也想去塞尔维亚生活，让孩子换个环境成长。哎，这个是个好话题，一会儿咱聊啊。塞尔维亚买房3年拿居留后可以靠语言拿护照吗？行，那咱就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孩子大了，孩子的适应能力要比我们要强得多。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太把孩子当孩子看了。对，那好了，那我们聊聊这个吧。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网友说山晒说孩子不到1岁半啊，这个想去塞尔维亚生活，让换个环境成长这个话题啊。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优势吧，就是我们分成4个维度啊，优势、劣势，然后是机会和威胁啊。这优势呢，就是说，就和我们国内比起来，就是咱有个那个对比的地方。优势呢，就是说在这里啊，优势就是说食品它是欧盟级的安全，对，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喝的牛奶是不是有问题，是吧？小孩子们他成长嘛，是吧？你像在这里的话呢，它有这种叫什么利乐包装的，对吧？它保质期能长一点。但是我经常买的就是买那个塑料皮儿包装的，对，塑料皮儿包装。塑料皮儿包装的话呢，大概它是冷藏的，它都是冷链供应，大概保质期也就是7天啊，差不多。就是你一直是在冷链的状态下，而且开了盖你得及时喝。因为我有好多朋友过来看我，他们就觉得这儿的牛奶特别好喝。还有就是说这儿的这个叫做肉类啊，因为我平时吃素啊，因为我也不吃肉啊，孩子过来他喜欢吃。还有从国内过来的朋友，其实这儿的肉类吧，我觉得，叫什么？至少牛肉不注水，对，猪肉也不注水，就是说有这种，天然的这种香味儿吧。包括这儿卖的西红柿，真的能吃出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就是食品这一块儿没得说啊，没得说。然后，优势呢，其他的优势呢，就是说孩子1岁多来这里，他至少来讲的话呢，空气，因为塞尔维亚它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的话呢，它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工业，因为以前这个地方以前它叫南斯拉夫，就是一堆国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什么斯洛文尼亚，还有什么波黑啊、黑山啊，他们其实是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然后后来由各种各样的原因给分开了吧。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工业的地方，它是搞农业的地方。所以说这边吧，就是我的感觉是，山好水好空气好，对，它也没什么雾霾啥的。除了贝尔格莱德啊，贝尔格莱德冬天它是有浓雾，因为车也多，因为塞尔维亚它这个地理分布啊，它是人口大概是600-700万人口，就是全国总共的人口。然后贝尔格莱德200多万，也就是说全国1/3多的人口都在贝尔格莱德，都在贝尔格莱德。所以说贝尔格莱德，我的感觉一到冬天它这个风小的时候，它会容易聚集那个叫做尾气吧，就是你能看到那种天际线，是吧？在某个天际线的下边是有点黑，嘿嘿，天际线的上边还挺蓝。但是我在的这个北部的这个村庄小镇，那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没污染，没污染。但就是说在这里吧，就咱说说它的劣势吧，和国内比起来，这里除了在贝尔格莱德，就是其他地方，在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这种大城市，有可能你还能找到一些工作机会。如果要是说在一些小镇上
小镇上，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机会很少当地人也不好找工作，实话实说，这是实话实说。所以说，孩子1岁，估计你们夫妻俩也不是很大，所以说你得考虑到自己的这种生存问题。因为在萨尔维亚嘛，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便宜点的地方去买房子咱说到买房了把那个机会和威胁说一下机会呢，就是说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这种它的这个叫做不断的要推进因为萨尔维亚和科索沃的问题，它阻止了萨尔维亚进欧盟。其实萨尔维亚这边的话呢，我感觉比保加利亚那边感觉要好，对。那么它的这种机会的话呢，就是说未来若干年，无论怎么着，它都会进欧盟除非什么？除非就是说，怎么讲呢？他不想进，因为现在看嘛，其实对于塞尔维亚的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其实进欧盟不进欧盟，他们的意愿，也不是特别强烈。为啥呢？就是欧盟嘛，你像那个怎么讲呢？它也是一个经济体，但它非得要扯上政治，对吧？比如说让塞尔维亚进欧盟，你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得要承认科索沃独立，对吧？但是科索沃这边的话呢，他们那片地它是塞尔维亚的南端，算是他们这个叫做塞尔维亚族这个种族的一个发源地，就有点像耶路撒冷一样，是吧？耶路撒冷这个那就是说这种以色列也好还有这个巴勒斯坦也好，因为大家都觉得哎那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圣城，对吧？你让他给他宣布他独立，哎呀，这个东西情感上，反正我觉得都不好讲。就是说，你用这种方式来去换取所谓的这个叫做进欧盟，对当地老百姓吸引力不是特别大。为啥？很简单，因为当地老百姓，就萨尔维亚，就是大家可以去亨氏的这种护照的列表上去查一查，萨尔维亚的这个护照的排名比咱中国护照靠前，就是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咱不说那些小梭子国家，咱就说世界上的这些还算不错的这种经济体，塞尔维亚除了五眼联盟，就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这5个国家不免签以外，其他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免签的，对，大部分都是免签的。所以说在这里面的机会呢，就是我觉得就等着呗，等着塞尔维亚入欧盟是吧？不入欧盟的话呢，经过若干年之后，也可以去入籍了，对。一会儿的话我们聊这个话题一点一点捋。还有就是说，我们住在这里有没有威胁？因为这里嘛，巴尔干，我们知道这个第1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挑起战争的地方。就是在波黑波黑的萨拉热窝。如果要是大家过来的话呢，其实可以去萨拉热窝转一转，就是那个有一个铁桥那边，它有个纪念馆，就是1战的纪念馆，就是塞尔维亚人枪杀了费南迪大公，挑起了世界大战，挑起了第1次世界大战。所以说这个巴尔干的这个老百姓他也是一个叫做性格特别刚强。对，性格特别刚强，所以我觉得，当然也特别直爽了，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塞尔维亚的老百姓，和我们中国吧，大部分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稍等，我看一眼，待国内现在丢的孩子太多了，孩子上学几乎年年抽血体验。是的，反正这块来讲的话呢，咱说的阴谋论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国有资产，对，包括小孩子们的器官是吧，也都是，包括我们那个前几年失踪的又找到的同学高中的那个小孩
胡鑫宇是吧？那不就是很蹊跷的就死掉了是吧？国家说拿鞋带把自己勒死了，这东西连头猪都不带信的是吧？所以大家反正慎重吧。包括有毒的食品、不成熟的疫苗，是吧？动不动给你整个风控，有个什么小传染病、小感冒，给你整个风控。反正这块来讲，我觉得都是国内的一些问题啊，国内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种经济下行吧，反正我觉得，出来过嘛，就是你换一个环境嘛，那其实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相当于我们离开了故土，背井离乡啊。像我也是，我也是背井离乡，就出来了。嗯，啊，嗨，请我吃饭啊，嗨，吃不吃吧？有机会的话呢，坐在一起喝水啊。我这是这当地这个气泡水，这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因为我平时以前呢，我老有痛风，痛风老犯。以前在尼泊尔的时候，哎呦，这一个月能犯好几回痛风。现在的话呢，反正在欧洲没犯过，哎，我觉得和这个气泡水有关系。对，哎，泡两个柠檬进去，江西，江西那边很多，我客户和我说，在稍等啊，他那个小红心挡住了。在上饶哈，孩子上初中不签署协议，器官捐献不给入学，哇哇哇，太恐怖了，真的太恐怖了，这真是咱那个这个中国这个搞这个器官移植，这真的快成产业链了。哎，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感觉这个地方和你的这个节拍，或者和你的这个气场不合的话，呃，想离开也是一种生活的一种选择啊。然后咱们就说到这个，再回来说到塞尔维亚的一个居住和生活。我在这里，我是2023年从阿尔巴尼亚飞过来的。我现在其他地方飘了飘了有半年吧。22年8月1号从国内出来的，因为国内那时候封控，哎呦，一天到晚这个叫什么，动不动这小区就封了。你家有一个病例，比如这个小区是吧，住的好几百户人，有一个病例就全封了，不让出不让进了，像神经病一样。当时的话，我多了个心眼儿，我就没敢回家，我就在我们那个办公室打了个地铺睡的。然后，然后我们小区封的时候，天天给我老婆送菜去，隔着栏杆给她送菜，感觉真的像个监狱。后来的话，我和我老婆说，我说我也撤了，我也不在国内待了，换个环境呗，然后出来吧，坎坷。以后的话和大家聊，或者大家有兴趣的，看我以前的视频。以前的话呢，一路上都有，对，比如在尼泊尔怎么过的，在尼泊尔待了2月，是吧？也是一天到晚打坐，在博卡拉那个湖，旁边，这找了个民宿住下来。打坐，然后和大家聊佛法，爬山，看雪山啊，也就是那样的日子。后来不行，痛风实在受不了，我就离开了尼泊尔，跑到土耳其办居留，直接让人给拒了，不友好。对，后来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是个好地方，真的好地方，真的除了穷，物价低，是吧？海滩绝对漂亮，亚得里亚海。它是那个西海岸，你看日落，哎呦，绝对绝美。然后后来又跑到塞尔维亚，跑到塞尔维亚的话呢，就算留下来了，也简单，买房子嘛。所以我们就下面聊聊买房子的事儿。山寨，所以上期你说的，孩子是我们的软肋，我发现，哎，可不嘛，对呀，有了孩子之后，其实真的，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这个，哎呀，都围着孩子在转，对，都围着孩子在转，希望给孩子一个
叫什么不受污染的一个天空吧。因为当时孩子高中毕业，因为他高考嘛，高考那年考了北京考了六百多分，上国内的985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和孩子讲，我说你不是喜欢吃披萨吗？对，我说你要是去法国念书的话，你天天能吃披萨。于是就连哄带蒙的就把人家给诓过去。对，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人生嘛，就是我的大学啊，就是这个大学经历啊，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疫情期间，那有可能上大学的话呢，也是这个上网课、风控啊，乱七八糟的麻烦。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一个局域网吧，反正你能够访问的信息是有限的。如果要是说我们不用科学上网的手段，所以它这个翻墙它都叫科学上网，对对，或者至少信息的话，我们得到的是客观的哈。但是这种科学上网在中国，你本来就是有原罪的，对你就是有原罪的，他都给你写到法律里面去了。你这个还反正是仁者见仁吧，这个东西不好说啊。下面我们聊那个啥，下面我们聊那个买房的事儿啊。阿尔巴尼亚，我有个客户，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国家，稍等啊，我还得要发个小说，得把它顶起来，要不然它有个小红心，很少，国家人很少，进口量少。阿尔巴尼亚是这个样子，我在那儿待了90天，待满了。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吧。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稍微念了大学的人都跑了，对，都跑了。啊，就是留下的年轻人不多啊，但是有，但是不多。跑哪儿去了呢？因为这个阿尔巴尼亚也好，还有萨尔维亚也好，他们的护照都是免签的，都免签欧盟啊，申根。所以说他们有点这种知识，比如说在他们这里高中毕业都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但是大学不是很普及。比如说念完大学，你像我在阿尔巴尼亚住房子那个房东的闺女，她就是念完大学，她就去了荷兰找了一份工作，对，找了一份工作。然后的话呢，老两口在阿尔巴尼亚，然后有退休金。然后我和他闺女，他闺女就经常和我聊，哎呀，我说我这边这个要找地方吃饭，他说在阿尔巴尼亚，说你根本不用做饭，你就到外头吃就完了，随便吃，物价那么便宜，对对，大概他们那儿是用的列克，大概1欧元多一点，你就能很好的吃一顿披萨。阿尔巴尼亚烤披萨烤的也是特别有名，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对它的影响特别大，特别大。因为他们海的对岸就是意大利，啊，就比如说大晚上啊，就是意大利，我看一下啊，飘的那个小岛，哎，好像看不见啊，好像看不见，但是那个离意大利特别近啊，离意大利特别近。我在海边也待俩月，对，在蒂拉纳待了1个月。OK，那我们扯回来，说那个在塞尔维亚这个买房子啊。买房子的话呢，其实塞尔维亚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是这多少钱一平米啊？大家不要有这样的观念啊，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你房子嘛，你就记住它就是 location 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贝尔格莱德现在的平均房价是2000到3000欧元一平米啊，平均啊，它有分好地段贵一点。差的地段的话呢，便宜点啊，差不多的话呢就是2000，有2000多的，有3000多的，还有4000多的。对，如果要是大家公寓啊，我指的 apartment 啊，公寓啊，你像在贝尔格莱德以外的地方啊，就相对来说就便宜了。你像这个叫做小镇上啊，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上，也就1000多欧一平米，
公寓啊，我说的是公寓啊，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楼房嘛，叫几室一厅啊，几室几厅啊，几厨几卫啊，一厨几卫啊，等等等等，就是类似的这种房子。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大量分布在小镇上，还有农村里的各种各样的单独的 house，对，单独的房子。这个的房子的话呢，那就是也是因地方而异。你像这个我们周围这些小镇上，2万欧一套啊，然后带个几百平的一个地。对你像我这儿的话呢，就更偏了，就更便宜了，不到1万欧，是吧？带着3亩地，嘿嘿，不两亩多地，不到3亩。对你要是种菜的话，反正你自家人肯定吃不完，你可以种麦子、种玉米，对，都够你家人吃了啊。或者养十几只羊都没问题啊。所以就是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吧。但是你在塞尔维亚，你通过不动产，你去搞定这个居留的话，它是没有这个房产价格的限制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它要比一些其他的欧盟里边的这些国家，像希腊，以前有25万欧你买房产，是吧？还有一些以前匈牙利也搞过一段时间，他们给你限定的这个叫做房产的价格，这儿没有啊，这儿没有。这儿你看我认识了一个咱中国人啊，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花了1100欧元买了一套院子。当然还有花4000的4000欧元，还有花8000欧元等等的不等啊。欧元和人民币现在是8点几了吧？大家乘一下就完了，对吧？也就是说花个5、6万块钱、7、8万块钱，买套房。对，当然这个房子啊，一般都是土坯房子土坯房子，土坯房子是老房子，换句话说是人家的祖宅，是吧？人家比如说盖了新房了，或者就是不回来了，比如说去德国工作了，是吧？过几年的话呢，德国的永居入了德国籍了，在德国的话呢，又有房子，又有老婆孩子，人家不回塞尔维亚，所以这房子空房子特别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焦虑，是吧？哎呀，我得要整房子啥的，千万不要焦虑。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眼见为实啊，从国内买张机票过来，因为直飞贝尔格莱德的航班很多，然后租个车什么赫兹租车乱七八糟的，你租辆车，租车虽然成本稍微贵一点吧，稍微你肯定比自己买车刚开始要贵啊，但是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就先租一辆车，租一辆车的话呢，然后你塞尔维亚也不大。塞尔维亚的面积，国土面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重庆的面积。重庆这不是还有管的什么什么巫山县，乱七八糟的一堆县，还有市区也挺大的，和塞尔维亚面积差不多。大家就有一个谱了，你就开车到处转呗，各个小镇大城市小城市转呗。你先转上半个月到1个月，是吧？这样来讲，你对塞尔维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你觉得哪个小镇适合你，是吧？有河。有山是吧？而且小镇人口也不多，而且人们都非常的 nice，因为他没那么多压力，生活节奏慢。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像这个地方吧，就是你选好了地方之后，然后比如说全家开个家庭会议，对吧？你讨论一下。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山寨这个朋友你家里面孩子1岁的话呢，你一时半会儿你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你教育也是基本上3岁以后上幼儿园之类的。这儿反正幼儿园应该也是免费的应该他这个教育都是免费的，一直到初中、高中，反正都不用你花钱，不用你花钱。当然都是这个叫做所谓的快乐式的教育你要是想让把孩子培养成未来的这个精英那你该怎么教育怎么教育是吧？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这儿反正就是说这种普遍性的这种教育的话呢，成本是很低的，很低的。所以
比如说喜欢小镇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你初期投入不会很高啊，因为就像我前几期聊到的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你买了房产，你的生活成本马上就降下来了，至少你不用付房租了，对吧？因为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像贝尔格莱德，房价3000欧啊，2、3000欧，但它的房租可不算太便宜啊，当然比那个发达国家、有钱的国家肯定要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一家三口，你租一个2室1厅的话，你起码也得600欧左右。对，这就是在贝尔格莱德啊。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呃，来这儿给自己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去考察啊，开车去考察，定下来了，开了家庭会议定下来，OK，我们计划未来的若干年我们就在塞尔维亚发展，是吧？在这儿待着，或者做个跳板啊，做一个缓冲，是吧？哎，这个时候，第二步，为了节约成本，因为你租车嘛，你1个月你起码也得300欧、400欧总得有了吧，是吧？300-400欧总得有了。那么我建议大家买一辆车，因为虽然在这里明文规定你没有这个居留身份，你是买不了车，但是有些这个车行，他们其实是以租代购。就比如说，只要你有一张白卡，白卡就是 A4 纸的地址证明，只要你住店，那个店老板他就有义务给你开这个白卡去警察局。然后，哎，你拿着那个白卡，你去那个车行，车行，你自己挑一辆车。比如说，当然挑车别挑年代太久远的，10年以内的吧。啊，欧洲的车嘛，大家也还好，油品也好，它路况也好，所以说造的不是太厉害。10年以内的车的话呢，我觉得可靠性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大概5000欧元左右，哎，你有了自己的车了。虽然他这个户有可能是人家租车公司的，但他是公司啊，你记住，他是公司，公司他不可能因为你这一辆车他卷款跑路，他没必要。欧洲这块儿和我们国内它也有不大一样。这样的话，你有了车之后，你车的成本也，你这个出行的成本就是一个油钱，嘿嘿，就是汽油钱，对吧？你加油嘛，加油你就到处跑，跑的话呢，这第二波全国到处转，或者你选好一个小镇，然后呢，你就找房源。自己普通人不会强求孩子经营，他们对是这是这是就是对各有各的活法，以租代购很好的信息，是，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记住啊，就是咱有一点出来之后，该花的得花，但该省的得省，因为啥？你出来之后，你就意味着和我们以前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这种收入源吧，有可能你会断开了。你断开之后，你就花自己的这种积蓄，其实那是一种叫做对未来的一种恐惧。对，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嘛，你要是人家懒是吧？那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呢，你想咱手头的钱，你毕竟都是有限的，对吧？咱得省着点花。对，省着点花的话呢，那就是比如说，哎，你以租代购，你买辆不错的车，是吧？10年以内的车，然后你就开上车去你的目标小镇找房子，你就记住，你不用担心没房子，你就记住，欧洲和我们中国特别类似，你把整个欧洲你想象成一个中国，中国的农村或者小镇，它都是空心化，为啥？它就是像个漏斗一样，是吧？大家稍微有点理想抱负的，是吧？不怕死的去了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是吧？稍微有点怕死的去了杭州啊、成都啊，还有这个南京啊等等等等这些2线城市，是吧？然后的话呢，哎，还想去试试水的，哎，又不想冒太大风险，去了3线城市。所以说，这种叫做这个下面的这些小镇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叫做县也好啊，他们这儿不叫县，他们叫镇啊。那么小镇的话呢，它都是这种空心化特别严重。严重的话呢，因为人性都差不多。比如说你开上自己的车是吧？你定下来了啊，我们一定要在塞尔维亚去搞定一个房子啊，搞定一个不错的房子。多问，怎么问呢？你就问老头老太太就行了，这和咱中国一样，没事干3、5个老头老太太，哎，找一地儿树荫下就在那儿瞎聊天瞎聊天哎，回忆过往啊，聊自己的孩子啊，等等等等，都差不多，老人家都差不多。然后你不会塞语没关系嘛，拿个翻译器啊，我们那有兄弟就是啊啦啦啦啦讯飞的啊，讯飞翻译器巴拉巴拉巴拉一说，咔怼着人家嘴根前，是吧？哎，人一听，哎，这中国人要买房，这个老人家都很八卦的啊，是比如说，哎，张家长李家短，谁们家要想卖房，哇，他们都知道，你知道吗？特别热心，恨不得就把你领过去了。多问多问啊！我们有一哥们儿，一上午在小镇上，他现在住的那个小镇上，打听出4个房源，最后选了一个房源买了。对，就是综合考虑吧，价钱啊、地理位置啊，等等等等，哎，买了。对，因为他有孩子嘛，他还想在我住的这个小村子买。我说你别，你有孩子，你至少在一个大一点的镇子上，因为师资力量不一样，你价钱也差不了太多，是吧？1、2万欧搞定了。对，1、2万欧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哎呀，1万欧、1万多欧、2万欧16万，1万欧8万多，你8万到17万之间吧，是吧？你搞定一套房产啊，当然你得问啊，当然也有几千块的几千块就是村子了、村庄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生活成本就能节约下来。还有我们那个有个兄弟在我们这儿买的豪华房子，4万欧，对，4万欧搞定。但人家的房子真的真好，真好，实话实说真好，拎包入住。对，所以说丰俭由人啊，就是看你自己的这种预算啊。然后待下来之后，还有个就是买房的一个流程，我看也有朋友问我买房的流程，还有人问我，哎，要不要无犯罪记录？告诉大家不要啊，那个不要无犯罪记录，无犯罪记录也可以从网上开嘛。当然，如果要是说有人他是一个有犯罪记录的啊，也担心，你不用担心啊，这边不需要，他办理递迁也好，办理拘留哈，他都不需要无犯罪记录。你比如说我们选好房子了，假设你看房找老头老太太要，或者看那个当地的那个 Facebook，因为当地人喜欢把那个他自己的房源发布在 Facebook 上，然后你就注册个号你就看呗，因为它有那个叫做 location，附近的信息。咱也挺宅的，想拿到护照，可以到行，一会儿聊护照的事儿。那么就比如说你找到房子之后，当地人记住，这时候咱就借助当地人的资源，当地的小镇上都有1到2个律师，就是叫律师行因为塞尔维亚的律师，当然咱中国也是，都是注册律师，他都是有注册的。换句话说，这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实话实说，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没必要去找中介。你要是赶时间的话呢，在塞尔维亚中国人做这个生意的人也很多，是吧？你愿意花点钱节约时间你就节约，你要不愿意花钱的话，你要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就自己来，特别简单。因为每个小镇上的律师，大家记住一点，他们不会因为你这一单生意败坏自己的名声。换句话说，他不会坑你。对
对，如果要是真的有人问起来，哎，你这个整多少钱？哎，这家伙收了我500欧，律师啊，假设啊，那这个律师名声就臭了，因为他本地啊，他人口的流动并不大，并不大的话呢，它是一个人情社会，你就记住，它是个人情社会。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这件事情。既然是人情社会，他就不敢胡来，对，他就不敢胡来。所以说这儿的律师吧，我们看起来都是童叟无欺啊。你像我做这个2年前吧，找律师，就包括他拉我去公证处，律师跟你约公证处，他带着你去公证处，乱七八糟的你都不用管了。他开车拉我去，来回有120公里，最后算上车费，他律师费他告我120，当然现在涨价了，有可能涨价了，因为物价也都在涨，包括车费，包括乱七八糟的什么 document 的费用，乱七八糟，告我，是吧？那算开了牙了，180欧。当时我就给了他200欧，我说 keep change，你不用找了，对，交个朋友，他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所以，当然现在有可能价钱会稍微高一点啊，但高也不会高到哪儿去。所以说我就说啊，就是，这点呢过户的时候也很简单，你就是公证，他们是这个叫做 nota，就是叫合同公证了之后，这个塞尔维亚它是在地籍局国家地籍局的网站上，大概10天左右，那套房子的名字就是你的了，你在网站上自己能查到。对，也是因为那是国家级的网站，它是政府网站，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房产证明，那不像咱中国有个红本本啊，告诉你70年，这儿没有年限啊，这儿你可以一直住到死，一直可以传给下一代，传给重孙子、重孙子啊，这片地都是你的，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买房的这个过程。我们买了房之后，比如说 nota 就是公证完了之后，地籍局的网站上改了名字之后，或者不等他改啊，只要你有那个叫做公证的那个合同，公证后的那个房产合同啊，那个是原件儿，那个原件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始凭证，大家一定要收好，一定要收好啊。有了那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申请这个 D 类签证。D 类签证就是长签啊，长期签证。因为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吧，它叫什么？比较简单，简单在哪儿啊？就是你申请 D 类签证，你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你不用回中国签，回中国申请，因为你申请签证嘛，你肯定是在人家这个国家以外的地方申请嘛，对吧？那么以外的地方呢，就是挨着塞尔维亚的波黑，对，去波黑，比如说你自己有车，你开车去波黑就完了，对，1天就到了，对，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在塞尔维亚整房产是吧？你去那个波黑的班尼亚卢卡，叫塞族共和国的首府，那儿有那个塞尔维亚的大使馆，你去那儿申请就完了，申请递签就完了，递材料啊。材料呢，现在也都是网上申请。如果有孩子的话，有可能得要当面递，约的当面递。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就是大人的话呢，就是那个网上递就完了，是吧？递材料的话呢，你看，有这么几个材料啊。如果要是有这个计划呢，咱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啊。第一个材料就是我们的护照，对，你得有护照。第二个邀请函，记住啊，这点很重要。邀请函，所谓的邀请函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让那个房主给你写邀请函。邀请函是需要公证的，写完了之后，然后房产合同、邀请函拿到公证处一块公证，这点特别重要。邀请函，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保险啊，房屋就是那个你在塞尔维亚
你的这个叫做一年的保险，覆盖你一年的保险，大概1万多迪纳尔，600-700人民币吧，差不多600-700人民币搞定一个人一个人。还有就是你的房产合同，还有就是你的存款证明。存款证明嘛，因为你没有居留的情况下，在萨尔维亚不是特别好开户，不是每个银行都给你开，但是其中有一个银行给你开，记住，邮政银行当地的一个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小银行，邮政银行，因为它也是国家级的，它就是叫政府单位吧，它属于。邮政银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那个叫邮政储蓄银行，就我们中国国内类似，但是规模要比那个小得多。拿上白卡去那儿开个户，把钱换成欧元存在那里边，存的也别存太多存多了也没关系然后，然后，让那个银行给你开一个存款的那个余额证明，一个人大概有3000欧就足够了。它够你一年的开销，他们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那够你一年的开销就 OK 了。所以说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你有房子的话，也换句话说，你一个月差不多有个200-300欧，你自己买个菜乱七八糟的，凑合能饿不死。对，活得多好不敢说，饿不死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就是把那些文件凑齐了，然后你在网上去提交。或者是和那个班加卢卡大使馆约时间，约完时间的话呢，你把这个纸质的材料拿过去给他递交去，递交完了之后，他会给你个回执，然后比如说再过半个月十几天那下来了，签证下来，然后你自己再开车再去一趟，对，开车再去一趟，贴上签，有了这个地类签证之后护照上都贴上了有了这个玩意儿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就去当地的移民局申请居留，有了地签就能申请居留了。居留是这个叫做临时居留，因为塞尔维亚从去年就改卡了，改成居留卡了。以前我们都是在护照上的贴纸，它就改成卡了，卡片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欧洲这个大部分国家通行的居留卡拿上那个居留卡就 OK 了。那么就是你就去移民局去约呗，然后人家告诉你要提供什么材料，什么材料，你就去提交呗。对，因为和那个地签差不多，但就是说有一个多余的，就是说你的那个地基局的那个文件你要给人家带上。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完税证明，就是咱买完房子之后，你不是有个叫做一次性的地产税吗？你把那个东西你给他准备好，给了他，当然还有什么保险乱七八糟和给那个地签的材料一样的然后他反正有个 list 的，你就照着那个准备，就 OK 了，就等着就是录指纹，是吧？拍照录指纹，然后他制卡，你就拿到那个居留卡。有了那个居留卡之后，然后你就啥也可以干。那么你的第一时间有了居留卡的第一时间，你就是要把这个车过户到你的名下。以前不是以租代购嘛，对吧？人家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背着户了，对。然后有了居留卡之后，你再去趟租车公司我有居留卡了，那给我签个那个销售合同。找公证处公证完了之后，拿到你当地的这个叫做卖这个车保险的地方他反正都有这种服务，你就告诉他我要上牌子，他们给你准备一大堆的这个文档，对吧？然后你拿上这些文件去当地的警察局，你就能把你的新的车牌子领下来了。因为它这块来讲，它也是通过城市来区分的。比如说贝尔格莱德的车牌子就是以 BG 打头的，叫 Belgrade。对，你就比如说你像那个诺维萨德的牌子，就是叫 NS Novi Sad，它都是头2个字母都是自己的城市名字。对，这样来讲的话，这个车从法理上来讲，完完全全就是你的了。对，你的
私有财产。对，这就是车和房啊，车和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吧。啊，还有就是驾照。对，比如说以后你还想去欧盟转一转，有了居留卡之后，你就有这个权利在本地的大使馆去申请签证了啊，申请签证了。比如说我们申请法国的，对吧？申请匈牙利的啊，不怕死的申请匈牙利的，对。然后的话呢，你就，比如说人家获批了，你就可以开上你的车，因为我们这个车的保险欧盟通用，对，这点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就在边儿上嘛，欧盟一体化，所以它很多东西它都给你标准化了，你不用操心，对。然后你有了这个居留卡之后，你还要办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地的医保，叫共和国医疗保障基金，它是按家庭为单位。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一个月4000多迪纳尔，相当于200多，不到300块啊，不到这是三百来块钱吧，一家子啊，按照家庭来算。这点的话，比我们在中国你上医保划算。对，至少的话，你有一个叫做健康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保障吧，我觉得啊，所以也挺好的，对。所以说的话呢，这样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了这里面的这些道道之后，至少的话呢，你不用太恐惧了，对。有了居留卡，你还想回国转一转，是吧？再出来，你拿上居留卡，海关边检问都不问你，对吧？你晃一下问都不问你，对。但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出来的话，那有可能他还得问你要回程机票，是吧？当然回程机票你也不用实实在在的订那个回程啊，你可以订一个叫去波黑的机票啊，去波黑的机票，那有的问，有的不问啊。波黑嘛也便宜，几百块搞定了，对。这样来讲的话，你应付这个出关问题不大。全家人想来塞尔维亚转转，看看啊，中塞友谊，是吧？夸了点儿，所以也挺有意思。还有什么疑问啊，兄弟们都可以问啊，因为我这个我这个前段时间嘛，因为我邮件也收一些邮件，好多人也在问这种相应的问题，所以我这个直播咱就都给他聊透呗。刚才也算聊得清楚吧，对。所以这边嘛，这边就是我感觉啊，这边我经常和那个朋友们聊，我说塞尔维亚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对吧？我现在也在看啊，你就在看这个细节，它有很多的这个叫做，比如说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是吧？什么加拿大人、美国人来塞尔维亚定居的也越来越多了，对，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塞尔维亚它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比如说叫 crime，就是这种犯罪率比较高啊什么的。但其实啊，咱说句实话，我觉得，比如说贝尔格莱德，你肯定比治安方面肯定比什么米兰啊、巴黎啊要强多了，对吧？他这个不是说没人偷你东西，他至少不敢明抢，对，车你停在路边他至少不敢明目张胆的拿块砖头把你的玻璃给砸了，我觉得相对来说吧，还好吧，还好吧，对，就是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糟糕。对，当然了，也不像我们那些这个去做这种移民买卖的这些人们去说的那么的天堂啊，就是叫丰俭由人吧，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比较客观的感受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好的话呢，自己来这儿，你先待上一个月啊，待上一个月的话呢，这个东西也许初期嘛，我们要花些成本。但花这些成本一家子过来，我算算有个2、3万人民币足够了，足够了。对，租车啊，住店啊，你看住店住的又不是很差的地方的话，足够了。
因为这点的话，我们去叫试错的成本，你还是要准备的嘛。哦，联系方式，联系方式你就给我写信吧，写信吧，因为他这个上面好像不让留电话，我不知道啊。我的那个邮箱就是那个记一下呗，海纳百川的拼音，2009年我注册的这个 Gmail 邮箱 @gmail.com，就是百川2009 @gmail.com，有啥事给我写信，很方便。Gmail，因为我们这个手机咋讲呢？邮件你就是实时收到了，对。哎，我看一下啊，哦，卖我的房卖我房的德国人，啊，这哥们发什么信息屏蔽掉了，不知道说啥了。网上说的，叫什么杜杰林，网上说的热闹不让出国什么的，听说了吗？不知道，怎么又不让出国了？又卡起来了吗？国内？哎呀，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吧，我觉得，哎，我觉得咱国内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些年，就自从那个非典，就那个2020年这第二次这种非典，哎，我觉得这个政府就变得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怪，嘿，因为这是我的感觉，我说不至于吧，哎，弄不清楚，因为咱这个没在国内啊，咱不敢瞎说。叫Lucy Redmond，现在居留卡1年有效，还是稍等啊，我还得整个那个啥，哎，我是不是点个那个赞它就没了？它老有个小红心，哎，我看看，啊，3年，居留是3年，临时居留啊，他一次给三年。你比如你买房子，一次给你三年，三年之后，他这儿说你待满三年之后，你就可以申请 permanent，这个 residence，就是这个永久居留。三年之后你就能申请永久居留，这是政府说的。但是具体操作，因为我也没换，我是明年换啊，明年看看能不能换到那个永居。如果换不到的话呢，应该是反正满3年你就能申请啊。有了对，刚才说到这儿，有了永居之后，我是听当地的律师啊，因为咱也没有去亲测过，当地的律师说，只要你拿到永居，你第二天就可以申请国籍，第二天就可以申请国籍。第二天申请国籍就是拿到永居3年嘛，三年你就开始申请国籍。但申请国籍它批复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要是大家想规划到塞尔维亚国籍的话，因为塞尔维亚目前和我们中国关系不错，据我所了解啊，这个你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塞尔维亚国籍的话，有可能也不是想象中的容易，对，因为他得要照会中国政府，因为他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哎，你是有人权的，比如说你美国，对吧？你去了美国了，你要加入美国国籍，美国国籍他是不看你反正你声明自愿放弃以前的国籍，哎就 OK 了，或者他是不 care 你这个是不是有了这个叫做呃中国政府给你那个签发的退籍的那个叫什么批复是吧？你像但是有可能塞尔维亚它需要，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得同意你退中国的国籍，对吧？啊，反正这块儿到时候再说吧，我也没有经历过，没经历过。所以说我们反正
选择一个地方生活嘛，大家得需要做好准备啊。这种准备的话呢，就是说几年之内，你得去慢慢的去适应这种新的环境。比如说赚钱模式啊，是吧？比如说你离开了中国了，以前的话呢，你不是做互联网的，你要是做那个做实体的，你这个会特别难受一段时间。但你要做互联网，单说，比如说我现在不是专注做黄金，对，因为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了，所以说在下个月啊，它这个宣布这个利率变化的时候，比如说降息了，从4.5，咱先降到4，是吧？嗯，只要宣布的那一刻啊，那个公布的那个消息的那一刻，无脑买进黄金，嘿嘿，买100手，嘿嘿，涨10块钱你就挣1000美元，嘿嘿，哎，反正就是玩的多了嘛，就是被市场打的啪啪作响，打多了咱就老实了，咱就知道你能把握住这个节奏了，对，把握住这个节奏了。所以当然现在主要的状态也是一个人嘛，没事干就天天去参悟这些东西呗，对，写书，买黄金啊，然后徒步的时候和大家瞎聊会儿，每年它是这个样子的，3年啊，你3年之后你申请这个换那个永久居留的时候，它是三年一共不能超过10个月。比如说你离开塞尔维亚的时间，你不能超过10个月，对，一共不能超过10个月。呃，根源哥拿了永居去南美转好办签证比申根签难吗？不知道，我没办过啊，这咱不能胡说，对，咱们不能长期离开赛国，对吧？是的，是的，是的。就你要是申请永居的话，你是不能的。但是，但是我不申请永居，我就是临时居留，临时居留它就是3年、3年、3年，对，这个无所谓了，只要你的这个房产这个条件还在啊，这个条件还在，你就继续续呗，3年3年续呗，对。但是作为我们在海外规划不是海外生活的中国人啊，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呢，你至少拿到一个国家的永居，叫 permanent residence，对，就是永久居留，你最好拿到一个国家的，因为这个算你的一个底线了，对。换句话说，你至少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某一天，是吧？你没地儿去了，你至少你除了回到中国这个选项之外，你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对，所谓狡兔三窟嘛，对，你至少你得留一个窟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叫一个国家的永居啊，这是我们海外华人长期，比如说我们尸骨埋在他乡的这种计划的话，你至少有这么一个选项吧，对，有这么一个选项。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好像貌似他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啊，貌似是不承认的。对，但是我觉得你在这儿待待看，你待着待着，有可能你的想法会变。为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举例子，比如说，嗯，如果咱们就一直待着啊，假设一直待着，换了国籍，好不好？好，对吧？至少来讲的话，你除了五眼联盟，你得需要签证以外，你其他地方什么南美、墨西哥，他好像是免签墨西哥的，你是说走就走的，哎，你是说走就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护照的含金量也还不错。当然了，你这儿只要有这个临时居留，只要你有了临时居留，
你去签申根国也是相对来说好签的。我签那个，我上次签那个匈牙利被拒了，那纯粹是一来太匆忙了，我就是没办法，法国约不上，我想绕到匈牙利是吧？这个太匆忙了，准备也许不充分嘛，所以被人家匈牙利给拒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所以，但一般情况下，它的容易程度要比在我们国内要容易，对，因为国内嘛，你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你都去不了，所以他看你们每个人都像贼。这儿的话呢，人家当地人去，或者是发达国家人在塞尔维亚长居的去，拿本护照人家就走了，对。但只有就是什么俄罗斯人，还有像我们中国人，你要去那儿的话，你就得办签证，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好签啊。买房可以写两个名字，当然了，当然买房是可以写两个人的名字，没问题。对，入籍需要考塞尔维亚语言吧？我听说是需要，对，我听说是需要。昨天我们和那个兄弟聊天儿，他说嗨，他说在这儿入籍，对，因为他也没入过，他也是道听途说，200欧搞定了，贿赂贿赂移民局的官员。是，反正你在这儿长期生活嘛，咱一些简单的语言，比如塞尔维亚叫1000个常用语，塞尔维亚的一千常用语，你要是想学的话也容易啊，也容易。你像我们中国商店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啊，那些这比我年龄都小，人家17、8岁就来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生活了20多年，那人家说塞语说的特别溜，特别溜。所以这个只要你沉下心来，语言环境肯定有嘛，对吧？你一出门，他就是你就能说塞语嘛，对，语言环境是有的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嘛，就是咋讲呢？呃，像我这样子的啊，你过的半隐居的生活，半隐居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对，挺适合我的。对，没办法，这个孩子家里就一个孩子，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是独生子，对，就一个孩子，就一个孩子。你想啊，人年纪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看孩子看的总觉得他长不大？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那个山寨那个哥们儿，孩子才1岁啊，你的感觉还稍微弱一点儿。等你再稍微大一点儿，到我这个年龄，孩子20多岁了，你就有深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的记忆啊，说到人类的记忆啊，它是一个对数，对 log，对 log，也就是说，离我们越近的这个叫做年龄啊，比如说去年的事儿、前年的事儿，有可能你记不住了，有可能你记不住了，但是20年前的事儿，有可能你历历在目，对。所以说我看到我们家这个孩子，是吧？他做什么事儿啊，乱七八糟的。你看我到现在我都是叫他的乳名儿，你知道吗？叫他的乳名儿，我叫的也非常顺嘴，他答应的也非常顺嘴。所以说，在我眼里，那还是个小豆包，那还是一个这么大点儿的小姑娘。对，那么大点儿小姑娘，她很小的时候，我教她《道德经》，教她天天背《道德经》的故事，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但是那小孩子，他到现在他《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能从第一章顺利的能够干到81章去，因为这是小时候的记忆，他很小时候的记忆。然后呢，在我眼里的孩子，他比如说3岁的时候，他去那个学那个轮滑，是吧？6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给他报班儿，是吧？6岁的时候他开始打比赛了啊，6、7岁、7、8岁，对，那轮滑那个花样轮滑玩的好着呢，咋去过桩都没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昨天一样，真的就是这个，这印象特别特别深。我还记得我们家姑娘3岁的时候，她在那个公园里面，北京的公园里面去滑冰，是吧？前面滑，我也有个轮滑鞋。她说：“爸爸，你追我啊？”
是吧？你看我滑起来像不像一只小蝴蝶啊？对，我到现在就感觉像昨天一样。所以说，当我们遇到孩子的时候，就我们的记忆啊，其实很多时候都停留在那个时候。所以说，你觉得他好像这事儿搞不定，那事儿搞不定，嗨，其实都是我们多虑了。你给他账户上打10万欧元，他啥事儿都能搞定。对，所以，所以这是我的这种感悟吧。啊，哎，多长时间了？咱聊了，因为现在吧，现在咋讲呢？哎呀，现在就是估计就是人年纪大了，就是喜欢叨叨啊，喜欢叨叨啰嗦。对，看我那个正儿八经的教大家怎么挣钱的视频，没人看，瞎逼逼的事情，瞎逼逼的视频看的人还挺多。对对，哎，反正怎么讲呢？就是说，想出来嘛，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这种叫做落地的这种生活，因为出来很容易，在这里买房子办居留也很容易。难的是什么？难的就是说，你有了居留卡之后，你在这里长期的生活，长期的生活的话呢，就是说，移民局的官员都会问你，你靠什么谋生？对你靠什么谋生？比如我们有兄弟去了贝尔格莱德送快递去了，送快递，送外卖一个月也能挣个1000、2000、3000欧元，对对，你看你怎么个活法了？对，孩子的名字写不了，因为他是未成年，你是，我们是孩子的这个叫做合法的监护人，写不了好像。不用写孩子的名字，你就写你们那个两口子的名字就行啊，写两口子名字。对，孩子还小，对，先不用考虑那么多，因为这里，哎，反正他这边是一个欧盟的候选国，欧盟的备选国的话呢，因为你准备加入欧盟嘛，你得要去谈若干个这个叫做协议吧，就是比如说你国家的一些什么样的制度啊之类的，你都得要向欧盟的那个叫做人家建议你的这种制度去靠，是吧？比如说，你就比如说啊，我就举例子啊，汽车的这个保险，对吧？它都是这个欧盟通用的，所以说在塞尔维亚，你有了自己的车，你开上车，是吧？你就直接就进欧盟了。如果你有欧盟签证的话，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你要是开辆中国车，是吧？啊，长途远驾你要进欧盟的话，你得要去单独的去买相应的保险，对，单独的想买相应的保险。上次我去法国的时候，看到这个一帮从河南骑摩托过来的，是吧？男男女女，就咱中国人，那个摩托排量估计400吧，是吧？400cc 左右的摩托，嘟，然后在那儿进的，在那儿排队进那个匈牙利的关，哎，和那打招呼，一看，对，他说我问他们去哪儿，他们说就去布达佩斯，哈哈，我说挺好。然后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去法国，然后看闺女去，然后聊了半天。他说你多大了？我说闺女上大学了。他说你多大了？我说50了，不像。哎呀，老么咔嚓50多了啊，老么咔嚓也不像，嗨，不像吧，反正就是一个喜欢到处瞎溜达的快乐老头。对，因为这个习惯也改不了。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到处瞎转悠，西藏都去过好多回了，嘿嘿，西藏、云南然后新疆，内蒙就沿着那个边界啊，开着越野车去跑，黑龙江是吧？台湾，对，
中国有多少省，我都转遍了。对，所以咱中国的这种大好河山，其实一点都不输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瑞士的阿尔卑斯，漂亮是吧？漂亮，但是咱看过这种，比如说云南啊，云南那横断山脉，还有西藏是吧？西藏纳木错之类的，那背后那大雪山是吧？南迦巴瓦啊，珠穆朗玛，对，珠穆朗玛东坡是吧？然后咱都看遍了之后，世界的风景不过如此。塞尔维亚夏天，塞尔维亚是这个样子的，热，特别热，特别热。夏天这大太阳，你像今天大太阳特别热，所以我就，当然现在这个点儿，我看看这个点儿几点啊？这个点11点多了，所以我没出去啊，没出去，有点热。屋子里面，这老房子土房子里面特别凉快。我们老家山西的，以前那个老家有窑洞啊，我小时候放暑假回老家进窑洞，就是那种感觉，外面特别晒，一进来凉飕飕的。在屋子里面，你最热的时候，你不能持续开风扇，为啥？吹得你凉的受不了。换句话说，你不用装空调，对对，即使最热的时候，估计也就是那么10天啊过去了。现在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晚上我得盖被子了，晚上我得盖被子。所以夏天不热，冬天嘛，冬天，比如说你要是买公寓 apartment 买公寓的话，它有集中供暖。你要是买这个，比如说这土房子，是吧？自己整炉子呗，啊，就烧火，买壁炉，买木头。对，要自己省钱，不想买木头的话，这边树有的是，捡枯树枝子去，对吧？能省个300-500欧一年，就烧火呗。因为这儿冬天嘛，它有点类似于这个地中海气候，下雨啊，外面也潮，屋里面点把火，是吧？老婆孩子围着火炉烤个红薯，聊着天儿也挺好的。对，我屋子里就是有2个火炉子，对，一个颗粒炉烧颗粒的，一个是烧那个大木头的。冬天过得也很舒服。那烧火嘛，只要你，嗯，不是太省的烧啊，感觉一般的，因为烧了太火爆的话也热，知道吗？大火熊熊大火烧着，是感觉是挺好的，但是也热，对，也热，对。颗粒炉嘛，就是它是这个你比较好控制的，对，比如说你加次料的话呢，它一下能烧个5-6个小时，不用怎么管它，对。或者的话呢，你这儿买一个那个人家当地的这种颗粒炉，在咱国内不是也有颗粒炉，这儿有，这儿颗粒炉的话呢，大概有1000多欧元吧，1000多欧元啊，大概合人民币7-8千、8-9千啊，人民币啊，所以也挺好的。它那个颗粒炉你不用管了，它一烧能烧大概10个小时，对，它是自动控制的，都你设定好温度，它温度不够了，它咕噜咕噜给你烧一会儿，估计它那个进料声不楞不楞不楞，是有点动静而已啊，但是也还不错。冬天嘛，尤其是多雨的季节，地中海气候。屋里面有一堆明火，其实让人会感觉非常温暖啊。平时做饭，对，做饭，当地，呃是这个样子的。做饭的话，我比较简单，因为平时就我一个人。对，孩子来了还说呢，爸爸你这儿没烤箱？我说嗨，就我一个人，我平时我也不爱烤，我就是一个小电磁炉，我还有另外一个电炉子，就在当地买的，咋讲也不用，我平时我就用电磁炉啊。当然呢，你也可以，比如说有的人家通天然气啊，你可以用天然气来做饭。
你要没天然气，你可以买煤气罐来做饭，对，都行。无非就是说你用煤气罐做饭的话，第一个火大，第二个省电。这儿电特别贵，电特别贵，我一个月电费也两三百，合人民币也两三百呢。对，两三一个人，对，就是你看你怎么个玩法了啊？我们兄弟他们家就是用煤气做饭，一个月电费也就是100多，不到200。我这儿的话呢，就是用电简单，对，一个人嘛，还反正凑合一口就完了。至于说这儿的这个叫做调料口味啊，我觉得还行吧，因为我就从 Lidl 超市，就是那个当地的那个欧洲最大的一个连锁超市 Lidl 去买他那儿那个复合的那个盐，有那个叫什么干辣椒、干青椒、干西红柿，它那个磨碎的和盐混在一起的那个佐料，调一调，哎，做炒菜我就加那个就足够了。啊，味道也还行，有可能我吃素吧，吃素嘛，就是口味也比较淡啊，所以也还行吧。对，所以这儿的话，我觉得米呀、米的话呢会贵一点儿，面的话很便宜。像我们那儿 T400的面粉就54迪纳尔，54迪纳尔的话呢，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啊？3块多1公斤，1斤也就是1块多人民币。对，那 T400这算好面粉，粗一点面粉还有 T500的面粉。对，那 T400的面粉很细很细，是吧？很好的面粉啊。实话实说，我山西人啊，我在从国内让他们给我带过来一个那个压面机，就是那个国内有个那个品牌叫小熊，以前我在国内买的，让他们带过来了，有朋友过来，哎，你和点面往里一塞是吧？那像一把枪一样，滋滋滋就给你挤出来那个面条了，挺好的。然后自己做点西红柿鸡蛋，对，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儿咋讲呢？简单的生活没问题，尤其是这儿吧，对吃肉的人特别友好。比如说你们要是平时吃肉的话，你知道这儿猪蹄子多少钱一个吗？猪蹄子估计也就合人民币1块钱2块钱那么大的一个猪蹄子，是排骨，就是这个猪的那个后脊梁骨，腔骨吧叫，多少钱1公斤啊？50块钱1公斤，合人民币3块钱，一块多1斤吧。因为我闺女来了，她吃肉，我一天到晚想办法得给她做肉。对，那个便宜，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吃肉的来这儿会特别省钱。对，吃素的反而不是太友好。吃素的我平时老吃蘑菇，蘑菇的话呢都30多块钱1斤，哎不30多块钱1公斤。对对，所以对吃素的人就是稍微成本高一点吧，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吃野菜。对，这儿冬天夏天的野菜遍地都是那个野菜，因为这儿不卷。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前马草，是吧？哎呀，那草特别好，做包子啊，乱七八糟的特别好。还有那个叫香芹菜啊，香芹，哎呀，味道鲜美的不得了。还有叫做茴香菜，茴香是野茴香，哎呀，那遍地都是。那到那季节，是吧？你出去遛弯的时候，咱每天不是走路嘛，是吧？拿个兜子一捡一堆。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瑞迅把我的钱给冻了，搞得我很尴尬，我兜里只有200欧了。哎，我要转点钱过来，哎，转不了。我说坏了，我就做好没钱的准备，吃野菜吧。你还别说，那段时间认了不少的野菜，发现这儿的野菜真的非常非常的甜美，搞得我后来有了钱之后，我都不想吃正常菜。不错，反正这儿反正没那么卷，自然环境也没那么卷。这儿反正路上经常能碰到野鹿、小鹿，就这么大的那个鹿、兔子、野兔子，哎呦多了去了。还有那个狗獾，就是那个鲁迅笔下写的那个
叫什么少年闰土，他搞那个渣，对吧？那种动物，这儿也是一堆一堆的，对。还有大鸟，长腿的那种大鸟，像那个仙鹤一样，但是是一种鹳，还有在欧洲的这种鹳，大鸟也不怕人。一乌鸦，乌鸦黑不溜丢的，那个黑的都闪闪发光。你想，那人家的伙食好啊，它不卷，谁都不卷，对。哦，毛色盾牌，嗨，没事儿，这也是我自己的叫经验分享嘛，也没啥，对，也没啥，反正想过来嘛，你们得要去想好。你要是说网络工作者，对吧？网络工作者的话呢，你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但你要是说线下工作的话呢，你就得考虑，比如说来了这儿了，是不是你躺上一两年，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去了？对对。或者的话呢，是自己在练门手艺，对吧？像我们那兄弟搞电焊，绝对一流然后在贝尔格莱德一天找个600-700块钱的工作，轻轻松松，对，600-700人民币的工作和相当于，这都算高工资了，对。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活法吧，就是低成本的换个地方活，然后最低的这种叫做生活保障，比如说食品安全啊、空气安全的一个基本保障嘛，我觉得还不错。人嘛也相对来说友好，你知道友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地的老塞，他们在99年的时候吧，99年的时候，北约不是这个那时候炸了中国大使馆了吗？就那段时间，北约要把那个贝尔格莱德从那个新贝到老贝的那条桥给炸了，对吧？听说要炸，第二天桥上都是中国人，把那堵桥给保住了。对，所以说这个中塞友谊，这不是胡吹的，对。因为第一批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移民来塞尔维亚的，很多的是这个叫做大家还记不记得90年代初啊，这个中国人去俄罗斯做买卖的特别多，从俄罗斯那边跑过来的中国人，因为俄罗斯，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哪说哪了啊，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中国人、中国老百姓其实不是很友好，实话实说。那么警察，我听那个老移民就说，警察在路上晚上查护照，中国人过来，护照呢？咱老师把护照拿过来，嚓给你撕了。护照呢？我靠，给你了，让你撕了，我没撕。护照呢？你肯定没，那么让他撕了嘛？没护照是吧？OK，抓起来，是吧？你计划要被罚多少钱吧？说白了说就是他妈问你要钱，就是反正我的感觉，因为俄罗斯我也没去过，我也不想去，对，我们也不想去，因为那个国家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从俄罗斯跑到塞尔维亚来了，对，跑到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做生意。你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叫做贝尔格莱德著名的70号，70号就是专门批给中国人去做开发的，不是批发生意的，中国小商品啊，什么食品调料啊，中国食品，还有就是其他的包括什么电器，是吧？什么各种各样线材啊，什么小电器啊之类的，那儿都批发。和那些这个老的批发商聊起来，哎呀，都是一肚子心酸。一说塞尔维亚，大家都觉得塞尔维亚挺好的，气候也好，暖和，它不像那个冷啊。对，昨天我们那哥们儿过来，我和他讲，我说从气候方面，这边和那个德国完胜德国。对，他说慕尼黑天气也挺好的呀。我说慕尼黑是德国最好的地方的气候条件。对，它就德国的南部嘛，它就靠阿尔卑斯山往南一走，走一点就到瑞士了，是吧？
往东走一点去奥地利了。我说那儿和这儿，那纬度这儿毕竟稍微低一点儿，对，所以还好吧，我觉得，对，总的来说适合花小钱，是吧？办个大事儿。假如说你手头有100来万的人民币的资金，是吧？我觉得来到塞尔维亚，至少不用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焦虑，对吧？你要是有更多的钱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考虑这儿。对，要是钱不多的话，考虑到这儿，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啊，不错的选项啊。钱更多的，比如100来万，咱听西班牙移民忽悠是吧？跑那儿办个非盈利，我死定了。你去那儿没问题。对，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哥哥啊，北京侃爷，我特激动。对，在我那个视频下留了一堆言，我自己都感觉像翻了牌子一样，因为我也是他的粉丝，经常看他。以前经常看他的，因为他老说北京的好多地名，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吧，他一说，哎，让我浮想联翩的想起了过往，因为那些地方我也去过，非常熟悉。对，侃爷搞，你不了解情况。是，我是不了解情况。但是侃爷这个人我是非常尊重的。挺有意思的，反正就是人生百态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移民没有没有最好的地方，一定要记住，兄弟们一定要记住，移民没有最好的地方，但是有最适合你的地方。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去做这种理性的评估，是吧？你会得出一个不错的一个结论啊，不错的一个结论。呃，Raymond 当地有地方可以学德语或是西班牙语的培训吗？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德语，是这儿孩子们他们这儿是到4年级以后，他小学啊，你就可以要选择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很多人都是选择德语，很多人选择德语，因为德国是塞尔维亚最大的投资国，中国排第二。因为它近嘛。对，比如说德国的什么 Lidl 的超市，Lidl 超市就是德国的，就包括这个德国，它对那个塞尔维亚的这种帮助啊、投资啊，这是最大的，所以说它影响力也非常大。对，影响力也非常大。西班牙语不知道，有可能有吧，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德语我知道，德语它是官方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住的这些地方，它是匈牙利人聚集的地方，就是你还可以选匈牙利语啊，都行，就是你看你选择。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小孩儿，人家就选德语，因为我去德国就碰上那个在塞尔维亚的人，诺维萨德的人在德国。在一个我在斯图加特的时候就碰到那个诺维萨德的人，我在那个 Lidl 超市买东西，因为那儿有 Lidl，结果匆匆跑过来了，问我，哎，from Serbia？我说对，从塞尔维亚。我说这个 Kina in Serbia，我说塞语的中国叫 Kina，就中国人在塞尔维亚。我是塞尔维亚的中国人。他说：“哎，我看到哪个牌子了，车牌子，塞尔维亚车牌子。”他说：“我是 Novi Sad。”他说：“你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了，Big City 大城市啊是。”他说：“我们到德国了啊，在德国已经叫娶妻生子，买房子了。”对，他说：“我看到塞尔维亚来的人，我特别亲切。”我说：“是呀，是呀。”我说：“我看到你，我也很亲切。”所以，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心化。你就把它想象成整个欧洲，想象成中国，对吧？塞尔维亚就有点类似于像6线城市。对，有能耐的点年轻人，要不然就去县城贝尔格莱德。当然，贝尔格莱德是欧洲可数的几个大城市之一，是吧？我没有调查过，凭我的直觉。因为什么？因为人口，你就记住 popular 叫 popular，population 吧。这个
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城市，在欧洲你就可数了那么几个，你想想。所以说，贝尔格莱德绝对是大城市啊，绝对是大城市。虽然没有进欧盟啊，也更没有加入申根。加入申根的话呢，是人家当地人的说法，人家当地人是加入申根的，叫什么？随便进，但是无非就是说它有个叫做关口，它有个 gate。对，但如果要是说真正的国家进入申根区的话，它连那个 gate 都不要了，咱就直接走，它没有边界。对，那行吧，那今儿咱瞎逼逼到这儿，好吧？反正想来塞尔维亚的，不明白就留言啊，要不然写信都行。行吧，那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这么着，拜拜。